同事苏浅浅总爱找我换班，她要去看演唱会，我替班；她要去旅游，我接岗；她要去喝喜酒，我兜底。我以为这叫相互帮忙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外婆病重，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我急着要去见老人最后一面，第一次放下身段，求苏浅浅跟我换班，换不了。我下午约了美甲，哪有时间替你啊？公司规定，只有同小组的人才能互相换班，而我的小组除了我，只有苏浅浅啊。雨晴，你快回来，你外婆快不行了。浅浅，算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下午的客户资料我都整理好了，你只要陪客户喝杯茶就行。楚雨晴，你干什么？道德绑架啊！不是我说话难听，生老病死那是医院的事儿，你去了又能怎样？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把客户伺候好，哪有整天把私事带到工作上麻烦别人的？浅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怎么，我哪里说错了？换班是情分，不换是本分，我就是不想和你换。雨晴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下午那个投资方是你负责的，客户来了没人接待，单子丢了，公司追责可是要你全款赔偿的，几十万呢，你赔得起吗？进。刘总，我外婆病危，医院刚下了通知，我下午想请个假，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。请假要按公司制度走，至少提前3天申请，临时通知不作数。事发突然，我真的来不及提前申请。刘总，我已经把下午接待投资人的资料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有人帮我交接一下。今天你临时请，明天他临时请，公司还要不要运转？何况你下午有客户，合作搞砸了，损失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回去工作，别把私人情绪带到公司。刘总，我出去。楚雨晴就是装的，拿家里老人做借口不想上班，我偏不惯着他。为了逃班，什么理由都能编出来，也太会道德绑架了吧？他早不请晚不请，偏偏投资人今天来，他今天请。我看8成是上午跟投资人聊崩了，他下午露馅儿，就想把我推出去背锅。看不出来啊，平时闷声不响的，心眼还挺多。妈，我马上想办法过去。你外婆走了，她到最后还在念叨你的名字，她一直问雨晴回来了吗？你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外婆下葬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我跪在墓碑前，把那部摔碎的手机埋进了土里，也顺便埋葬了那个曾经唯唯诺诺、任人拿捏的楚雨晴。以后谁再把自己的文件丢到我桌上，我就直接丢进垃圾桶。大家早上好呀，今天天气超棒，我给大家带了甜品哦。哇，浅浅姐，你太好了吧！今天又请客啊！你这天天破费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来，人人有份儿。小张，这是你的芋泥牛肉少冰7分糖。哇，太贴心了吧！谢谢浅浅姐。李姐，这个芝士奶盖绿茶超级好喝，你尝尝，我特意给你加了波波。哎呦，还是浅浅懂得疼人，不像某些人整天拉着个脸。跟谁欠了他180万似的。哎呀，雨晴，我不小心算漏了，忘记还有你那一杯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下次一定请你喝。雨晴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上次没和你换班？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可是我那天真的约了美甲啊，你不能只顾自己的事儿，就完全不考虑别人吧？楚雨晴，浅浅她到底哪里招惹你了？你一回来就摆张臭脸给谁看啊？你就算外婆真的去世，也不能把火撒到同事身上去吧？就是，浅浅都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大家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表演完了吗？既然你提到了换班，那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账。3月份，你一共找我换班5次，理由分别是3月5号你要和闺蜜去逛街，3月12号你要去外地旅游，3月18号你要在家照顾你公婆。3月22号你身体不适，
以及3月29号你外甥过生日，4月份你找我换班3次，且全是在我下班前临时通知我。我说我很累不想换，你转头就在部门大群里阴阳怪气，说我冷血、不近人情，没有团队精神。我那是有急事。5月份我答应和你换班，条件是10号那天由你来替我值班，结果10号你当场反悔跑路，导致我被扣了全勤，而你事后连一句对不起都没和我说过。苏浅浅，聊天记录、考勤记录、排位的排班表我保存得清清楚楚，需要我把这些东西直接投屏到大屏幕上，让全公司的人都来帮你回忆一下吗？你这都翻多久的旧账了？我没翻旧账，我只是把账记清楚了。姐妹，下午去看电影吧，我抢到了2张首映券。是我记错了，我的奶茶送给你，赔罪行了吧？对了，下午和我换个班，我有急事。不换。行了行了，又不是不还你，你把那几个方案做好，放我工位上就行了，简单的很。我说了，不行。楚雨晴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我们是同事，有必要这么不近人情吗？一杯奶茶的事儿，记恨到现在至于吗？这种人好可怕啊！以后离他远点。奶茶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要还惦记着，我晚上回来给你带一杯。就这样，说定了。浅浅姐，别生气了，他就是故意让你难堪。晚上吃点好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大家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看完电影回来请客，加班的也算。浅浅姐，城南那家小龙虾，我想吃日料。没问题，都安排上。他以为我只是一时生气，以为一杯奶茶就可以把一切一笔勾销，但这时没完。苏浅浅在哪儿？你好，请问你有提前预约吗？我是没有提前预约，可之前苏浅浅亲口说，只要是工作日都会有人对接。现在人呢？雨晴，浅浅早上不是和你商量换班了吗？你快来对接一下。是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没有和他换班，早上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他换班请求。你们耳朵聋吗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苏浅浅，你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！拿客户的合作当儿戏，拿职场承诺当空话，这就是贵公司员工的职业态度。张总别生气，我们现在立刻联系苏浅浅，马上让她赶回来。不用，我最反感的就是言而无信的合作方。前期对接就频频出错，关键节点负责人直接失联。这个合作，我看没有必要继续推进了。从前我帮他兜底无数次，他心安理得享受我的付出。如今他自己选择离岗，后果就该由他自己承担。刚刚那人是谁啊？听都没听说过，估计是个小客户吧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算了，也不关咱们的事儿，晚上还要等着浅浅的小龙虾呢。苏浅浅呢？苏浅浅死哪儿去了？刘总，浅浅姐下午有事儿请假了。请假？我怎么不知道她请假了？她今天下午的工作谁负责的？是楚雨晴。刘总，浅浅姐走的时候，明明交代了让楚雨晴替她顶班的。吴雨晴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之前张总来签合同的时候你不去对接？你知道那个合同多重要吗？那是50万的单子。苏浅浅下午确实来找过我，让我和他换班，并且让我帮他做方案。你看他承认了，刘总，就是他工作失职才把客户气走的。但我并没有答应，我当时就拒绝了他。你撒谎！你当时明明……我撒谎？小张，当时苏浅浅找我换班的时候，你就在旁边看着。我问你，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“好”或者“我同意”这2个字了？我还有你们，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场，有谁听到我答应了吗？反正浅浅姐以为你同意了，她才走的。他以为
我是他妈妈，我凡事都要顺着他。我明确拒绝了他2遍，我没有替他工作的义务，更没有义务为他的擅离职守买单。都给我闭嘴！呀，刘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苏浅浅，今天下午工作时间你去哪了？刘总，我请假了呀，我和楚雨晴换班了。我明明都和他交接好了。我没同意和你换班。楚雨晴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明明告诉你，我有急事让你替我一下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听到了，不信你问他们。苏浅浅，你所谓的急事，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吗？我没有。不巧，我朋友下午也在那个商场，刚好拍到你和朋友拿着爆米花进影厅。苏浅浅，这就是你不惜丢掉公司50万单子也要做的急事。苏浅浅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刘总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不仅不在，电话也不接。张总觉得我们公司毫无诚信，直接把续约合同签给了我们的死对头。50万，因为你的擅离职守，公司直接损失了50万。刘总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写一份5000字的检查，扣除本月全部绩效奖金，记大过1次。如果再有下次，你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！还有你们部门管理散漫，旷工不报，所有人本月全勤奖金全部取消。下次再有人随意答应换班，直接开除。凭什么扣我们钱？又不关我们的事儿。我还等着拿钱还房贷呢，为什么让我们背锅？是啊，为了看电影把客户晾了，连累整个部门的人都跟着倒霉。李姐、小张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把人想得太简单了，这才上了当。我以为雨晴会帮我的，就算再生我的气，考虑到大家的绩效，她也一定会帮忙的。谁知道她竟能眼睁睁看着张总走掉，是我太天真了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绝情。对啊，楚雨晴，你当时明明就在办公室，看着张总来签合同，你顺手把活揽下来，能死吗？眼睁睁看着客户走掉，害我们扣钱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？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，心思原来这么歹毒。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帮，楚雨晴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看，这就是我曾经掏心掏肺对待的同事，在利益面前，他们从来不需要真相，只需要一个可以让他们心安理得发泄愤怒的替罪羊。而我根本不需要去争辩什么，因为那样只会浪费我的情绪和时间。毕竟，在我看来，不是他们孤立我，而是我孤立他们。你，他居然就这么走了？进。刘总，检查写完了。写完了，5000字，一个字都没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别再生我气了嘛。苏浅浅，公司不是幼儿园，客户不是你想晾就能晾的。我知道，昨天是我糊涂，我本来以为雨晴会帮我，我才赶走的。可我不该把希望落在别人身上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哭能把张总的合同哭回来。刘总，我知道张总那边已经没办法挽回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联系了盛源集团的赵总。盛源？对，就是之前一直在观望的盛源。赵总今天下午3点会过来，他说如果我们方案合适，可以直接谈年度框架合同。年度框架金额多少？保守估计800万起，后续如果合作稳定，还能追加。你确定他下午会过来？确定，我亲自约的。赵总很信任我，他说只看我做的方案。刘总，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一定把这个单子拿下来，给部门争口气，也给您挽回损失。盛源这个客户，市场部盯了很久，如果能签下来，昨天的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追究。真的？谢谢刘总，我就知道您最好了。您放心，
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苏浅浅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这次千万不要再出错了。方案、合同、报价表都提前准备好，茶水、会议室、投影设备全部检查一遍。要是再掉链子，你就不是写检查这么简单。我保证万无一失。刘总，那我先去准备啦。大家先听我说一下啊，浅浅姐，怎么了？下午3点，盛源集团的赵总要来我们公司谈年度框架合作。盛源，是不是那个很有钱的盛源集团？也还好啦，就是800万起步的小单子而已。800万？浅浅姐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昨天刚丢了张总，今天就能拉来800万，浅浅姐这资源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我就说嘛，浅浅有能力，昨天那事儿根本就是有人故意拖后腿。雨晴，听到了吗？800万的单子。有些人费尽心机害我，以为我会完蛋，可惜啊，我随随便便一个电话就能拿到比张总更大的客户。人和人的差距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大。你的文件压到我的鼠标线了。你装什么不在意啊？心里是不是酸死了？不酸。也是，你这种人大概一辈子也接触不到800万的客户。你们放心，等我下午签成功，晚上请你们吃大餐。浅浅姐万岁！这次我要吃海鲜自助，要那种带帝王蟹腿的。我要吃那家新开的烤肉，听说他们家的和牛特别嫩。都行，随便点。今天我高兴。那我来数数啊，晚上几个人呢？1、2、3、4。至于某些人嘛，也不能算人。浅浅姐，你也太损了吧！哎呀，别这么说，万一人家听了又记仇怎么办？记呗，反正我没有靠他吃饭。楚雨晴，你看看周围，所有人都站我这边，所有人都喜欢我，而你呢，被全公司排挤，被所有人无视，是不是委屈又难受？你的香水味太冲了，离我远点儿。呛。你也就只剩一张嘴了，我懒得跟你掰扯。今天下午的800万大单，客户已经敲定跟我对接了，只要签约落地，刘总绝对重点提拔我，以后部门的资源项目全是我的。你这辈子只能跟在我后面捡边角料，永远被我压一头。叫得越响的狗，摔下去的时候声音也越好听。小张，会议室的水换成矿泉水，别用饮水机的，赵总不喜欢。好嘞，浅浅姐。李姐，帮我把果盘拿上去，摆好看点。放心吧，这种细节我懂。投影谁检查了？别等会儿又出问题。我刚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好。别碰啊，这可是盛源集团的合同，弄脏了你赔不起。拿走。我就放一下，怎么？怕自己忍不住偷看？我怕脏了我的桌子。楚雨晴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浅浅姐今天是签大单的人，你让一下怎么了？就是800万的合同放你桌上都是抬举你。吵什么？客户马上到了，还不去准备？刘总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就是再检查一下合同。苏浅浅，我最后说一遍，赵总这单要是签成了，部门这个季度都好看。要是再出错，你自己知道后果。刘总您放心，我一定寸步不离的陪着赵总，伺候好，聊到他满意为止。今天必须推进签约，最好是这样。都听到了吧？刘总都这么重视，等这单签了，咱们部门就又能扬眉吐气了。浅浅姐，这次全靠你了。晚上大餐可别忘了啊！忘不了，一个都不会少。当然，除了某些不算人的东西。楚雨晴，我看你还能忍多久？这时候打什么电话呀？幼儿园吧，是不是又让你接孩子？我今天哪有空？800万的客户马上来了，真烦。喂，老师，我现在上班呢，有什么事晚点说。你说什么？车祸？怎么会车祸？
我儿子不是在幼儿园里吗？顾女士，豆豆是在放学演练的时候跑到门口，被一辆电动车带倒了，腿部出了血，人已经送往市二院了，您赶紧过来一趟。腿部出血，严重吗？他现在醒着吗？老师，你让他接电话，你让豆豆接电话呀！孩子现在在救护车上，医生不让乱动，您先别问了，快来医院签字。雨晴，我求求你，我儿子出车祸了，他现在在救护车上，我现在必须去医院。那你就去呗，我又没拦着你。可是赵总3点要来签800万的单子，我走不开啊！这个单子签好了，我能拿好几十万的提成，就可以多买2个包包了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样，到时我拿了提成，我分你500，不1000，嫌少是吧？我给你2000行了吧？雨晴，我求求你，下午你替我接待赵总把合同签了，我去医院看豆豆，求求你了。那又怎样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不能旷工啊！你跟我换班，就1下午，我保证下次一定替你。换不了，刘总也说了，谁也不能随意替换班，不然的话就会被直接开除。你少拿刘总当借口，你就是公报私仇！楚雨晴，你要不答应和我换班，就是在毁我们一家，你这是谋杀！随你怎么想，我就是不换。楚雨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心肠歹毒的畜生！我家都这样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喝水！我告诉你，如果因为你害得我家豆豆出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下地狱，原来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苏浅浅，忍住，等今天换了班，再弄死他。我错了，雨晴，是我错了。你打得好，是我该打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针对你，我不该在办公室孤立你，我该死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再帮我一次，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楚雨晴，你别这样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见死不救？我又不是医生，救不了你儿子。我不是说豆豆，我是说赵总的单子，你替我接一下，就1下午。苏浅浅，我记得很清楚，1个月前我外婆在 ICU 快不行了，我跪着求你跟我换班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生老病死那是医院的事儿，你去了能怎样？你说换班是情分，不换是本分。怎么，现在轮到你儿子进医院了，这话就不管用了？那不一样，我儿子才5岁。我外婆养了我20多年，临死前还在念我的名字。在你眼里，他就活该是医院的事。楚雨晴，你见死不救，不得好死，你全家都要遭报应！是吗？我如果遭报应，你能逃过吗？喂，苏浅浅，你他妈死哪儿去了？医生说孩子头上要缝针，还要做检查，你怎么还没到？老公，楚雨晴这个贱人不肯跟我换班，我手上有个大单子，我走不开呀，老公。你把电话给那个叫楚雨晴的，我跟他说。楚雨晴，我老公的电话。我是楚雨晴。楚雨晴是吧？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警告你，识相的赶紧跟我老婆换班，要是耽误了我儿子的手术，老子弄死你，信不信？行啊，我等着。你只要敢来，我立刻报警。正好我录了音，我只要出事，你就是第一个嫌疑人。你他妈！楚雨晴，一份工作难道比你儿子的性命还重要吗？你完全可以翘班，不过你下午的单子好像是800万，搞砸了也是要赔的。苏浅浅，你去哪儿？刘总，我儿子出车祸了，我要去医院。赵总马上到。盛源这个客户你跟了这么久，这时候你走，谁来接？我儿子在救护车上啊！那你就让家里人先去。公司这边要是再出问题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我老公在外地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，刘总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楚雨晴，你去。刘总，我手上有魏总监那边的客户复盘，下午3点半视频会议已经预约好了。先放一放，盛源更重要。
盛元项目资料我没有，报价权限我没有，合同版本我也没有。现在让我临时接，谈崩了算谁的？如果您正式指派我接手，请您在工作群里发书面通知，明确责任归属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赵总，关于这部分的报价，我们预计的成本是……你怎么连说话都说不利索？我有点口渴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赵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够了，这就是贵公司的专业素养，连最基本的方案都讲不清楚，连杯水都端不稳。我看这个框架合同根本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。赵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赵总。苏浅浅，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？800万的单子就因为你心不在焉直接黄了。苏浅浅，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之前几十万的单子被你做没，我念你是老员工，给你补救的机会。盛元800万的年度框架单，整个市场部盯了半年的资源，我再三叮嘱你万万不能出错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？刘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儿子出事了，他在医院缝针，我心里慌，我实在集中不了精神。谁家里没急事儿？职场不是你随心所欲的后花园，你一句慌了就能抹平所有损失？不是我的错，刘总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楚雨欣，全都是楚雨欣害的。只要他肯替我接待赵总，这单绝对不会黄。是他小心眼儿，记恨旧事，故意见死不救，所以这单分明是他毁掉的。苏浅浅，你孩子出事我深表同情，但这不是你渎职失职、肆意甩锅的理由。你是盛元项目的唯一对接人，客户资源、方案细节、报价权限全部只在你手中。我无资料、无权限、无对接记录，就算我临时接手，也根本无法推进合作。何来我毁单一说？你当初为了看电影擅离职守，弄丢几十万单子，如今为了私事搞砸800万合作，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失职，凭什么要别人替你的任性和不负责任买单？我冷血，我外婆病危那天，我跪地求你换班。你说生老病死是医院的事儿，换班是情分，不换是本分。如今我只是照搬你的道理而已，怎么到你这里就成了我的罪过？够了，苏浅浅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在颠倒黑白、推卸责任。本次800万合作损失，所有损失由你个人全额承担。我要赔钱，800万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不，豆豆还在医院等着我，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我现在没有任何包袱，谁也不用怕。楚雨晴，今天的所有屈辱、所有损失，全都是你逼我的。你给我等着，先去医院看我儿子，等我回来，定要你100倍、1000倍偿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老公，公公婆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豆豆在手术室里等着你签字，等着你的救命钱。你他妈为了一个破工作死活不肯来，现在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。豆豆的左腿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毁了我孙子一辈子！离婚，必须离婚！明天就去民政局，你给老子净身出户！老公，不要离婚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是楚雨晴，是他死活不肯跟我换班。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儿子！老子今天砸死你这个毒妇，给我儿子偿命！砸，往头上砸。你这一椅子砸下来，你这辈子都得在牢里度过。你儿子已经这样了，你现在是想让他连个爹都没有，彻底变成个没人管的残废吗？你少吓我！要不是你不肯换班，芊芊怎么会去不了医院？对，老公，就是他明明有空，就故意不想跟我换班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苏浅浅，你真以为你能把所有人都当傻子耍吗？王浩，你真以为你老婆是因为我不换班才没去医院的？你听听这个。可是赵总3点要来签800万的单子，我走不开啊。这个单子签好了，我能拿好几十万的提成，就可以多买2个包包啦。
从你接到幼儿园电话到盛元赵总进会议室，中间有40分钟。40分钟足够你打车赶到市二院。没人锁公司门，没人绑住你的腿，是你自己舍不得提成，选择留下。不是的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听见了吗？800万的单子，在他心里，这提成比你儿子的命重要的多。公司哪条规定说家里出事必须找到人替班才能走？他就算直接旷工去医院，刘总难道能把他拦在门外？还是说公司大门上锁了不让他走？他不走，是因为他舍不得这个大客户，舍不得那几万块的提成，他想两头占，既要钱又要好名声，所以才想逼我替他背锅。苏浅浅，你为了个破单子，连儿子的命都不要了！老公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是想保住工作呀。豆豆以后上学要钱，还房贷要钱，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，我是为了这个家呀。哦，保住工作，为了这个家。王浩，你大概不知道你老婆平时在公司有多么的清闲吧？3月份她请假5次，理由是做美甲、看演唱会和闺蜜逛街。4月份她请假3次，去外地旅游。她有时间去做美甲，有时间去喝下午茶，有时间去和闺蜜逛街，唯独没有时间去接你儿子放学。今天如果不是她为了抢这个单子死活赖在公司，你儿子会一个人乱跑出车祸吗？离婚，立刻离婚！房子存款你一刻别想拿，净身出户！豆豆抚养权你不配争，以后别想见孩子一面！不要，我不离婚！我没了工作，没了家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机会，我和豆豆都给过你，是你自己毁了一切。不用多说了，就按爸说的，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见。你要是不去，我直接起诉！推丧门姓！楚雨晴，我变成今天这样，全都是你逼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苏浅浅，你给我滚！刘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你被开除了，滚出去！刘总，不要开除我，求求你！我会向人事提交辞退申请，800万的赔偿，法务会按程序追究。楚雨晴，你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好。刘总怎么单独叫他？还能为什么？今天这事儿，楚雨晴算是出尽风头了。坐。今天的事儿我处理的仓促，但苏浅浅这种人不能留。你之前的客户复盘做得不错，魏总监前2天还在跟我提你。盛元那边赵总虽然撂了狠话，但合作的口子还没彻底封死，你接过来。刘总，盛元是苏浅浅跟了半年的客户，资料报价对接群我都没有，临危受命，万一谈崩，我把权限全部转给你，报价上下浮动15%，你自己定。15%的浮动权限，是部门主管级别才有的待遇。刘总，这个权限按公司流程要总部审批。流程的事儿我来走，你只管把单子拿回来。这是苏浅浅所有资料的交接清单，明天一早全部归到你名下。好。雨晴，你性子稳，肯吃苦，又不爱嚼舌根，这种人在哪儿都是宝。以后跟着我，别人欺负不到你。晚上有空，咱们去喝一杯。谢刘总赏识。刘总，今天家里有事儿，改天。净身出户，王浩那个王八蛋居然真的连夜把我赶出来了。豆豆截肢了，800万的单子黄了，公司还要我赔偿损失，我全完了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完了。
刘总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了，800万的单子黄了，他作为部门负责人，肯定也挨了上头的骂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只要能保住工作，只要能不用赔那800万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苏浅浅昨天被她老公扫地出门了，听说她儿子腿都没保住，活该！平时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连亲儿子都不管，这种女人就该遭报应。刘总昨天不是让她滚了吗？今天楚雨晴就要正式接手盛源的项目了，看来咱们部门要变天了。浅浅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是公司的老员工，刘总昨天只是气话，难道还真能开除我不成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工资怎么少了整整500块？我的也少了500，财务怎么回事？发工资也能发错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公司是不是资金链断了，变相扣我们钱？辛辛苦苦加了1个月班，就指望着这点工资还房贷呢，凭什么无缘无故少发500？我得去找财务问个清楚。对，一起去，凭什么扣我们钱？公司什么意思？找财务，必须给个说法。都吵什么？还没下班呢，是想造反吗？刘总，刚刚发工资，我们所有人工资都少发了500块钱，是不是财务那边算错了？财务没有算错，工资也是我让扣的。我们按时上班，业绩也完成了，凭什么无缘无故扣我们500块钱？大家安静！大家都知道，最近苏浅浅家里突遭变故，作为同事，作为一个集体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事陷入绝境而袖手旁观。为了安抚浅浅，体现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，经管理层讨论决定，这个月从你们部门每人工资里扣除500块钱，给苏浅浅爱心捐款，帮她度过这个难关。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？什么？还要扣我们的钱？强制捐款，拿我们的血汗钱去体现人文关怀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！姐，你小点声吧，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。特别是你，楚雨晴，当天你明明就在办公室，明明可以和苏浅浅换个班，避免这场悲剧，但你却冷血无情、自私自利，不肯帮忙。你缺乏最起码的同理心和团队精神，简直就是我们部门的耻辱。所以，公司决定额外从你的工资里扣除1万块，给你个教训。楚雨晴，你不是很硬气吗？我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代价。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楚雨晴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我说，我不同意。怎么，刘总？您是计划违法辞退我吗？如果是无故辞退，根据劳动合同法，公司需要支付我2倍的经济补偿金。对了，我手上接洽的合作也会马上暂停。我从没说过要裁员，扣钱的事儿我是来通知你们，不是和你们商量的。一个成年人连最基本的同情心和集体荣誉感都没有，这种自私自利、不服从管理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被我重用的。你们掂量掂量，要不要跟这种人学？有些人可真高尚啊，自己想当英雄，还要拉我们一起垫背。500块虽然心疼，但花钱消灾嘛。现在好了，把刘总彻底得罪了，以后咱们部门的绩效怕是要被卡死了。就是楚雨晴，你少说2句能死啊？你跟刘总对着干，最后倒霉的还不是我们？就是，归根垫底还不是你害的。现在装什么清高，真让人恶心。在强权面前，他们选择下跪；在同类面前，他们选择撕咬。
这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吗？真是可笑至极。不过我手上的项目还在推进中，提成利益相当可观。此时此刻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走的。虽然婚姻不幸，但女人总要学会心疼自己。谢谢大家的爱心，这个包包就当是给我的安慰啦，我一定会尽快振作起来的，加油！拿全公司人的血汗钱去给自己心疼自己，苏浅浅，你还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。您好，这里是总部人力资源投诉热线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您好，我是分部营销2部的员工楚雨晴，我要找魏总监。抱歉，分部员工没有直接对接魏总监的权限，这边我可以帮您记录一下。找我的？分部一个叫楚雨晴的。楚雨晴这个名字我倒是有印象。上次分部提交的客户复盘报告做得极其专业，思路清晰，风控到位，是基层里难得的好苗子。雨晴，有什么事儿？魏总监，我这次致电是要实名投诉分部负责人刘总无故克扣员工工资，强制爱心捐款。好的，是否有相关证据？有证据，我已经发送到总部邮箱了。好的，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派出调查组进行实地核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部门的正义使者吗？怎么一个人躲这儿喝水呢？人家清高着呢，跟我们这些俗人玩不到一块儿去。楚雨晴，你以为你很伟大？要是刘总因为你克扣我们的绩效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笑什么？小张，你觉得你们现在的工资就很有保障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刘总今天可以因为苏浅浅破产强制扣你们500，明天他就可以因为自己买车扣你们1000。你们选择当顺民，那是你们的自由，但别把你们的懦弱当成指责别人的武器，好自为之吧。天哪，念念姐，你这包包真好看！哎呦，这包包少说2万以上了吧？哎呀，没多少钱，我想着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男人靠不住，还是包包实在，就去专柜买了。多亏了刘总和大家的支持，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。有些冷血无情的人啊，只能看着我们过得好，在那干瞪眼。雨晴，好看吗？可惜啊，某些人一辈子也带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。苏浅浅，带着别人的血汗钱，手腕不觉得沉吗？那是大家自愿捐给我的，他们自愿，我管不着。但你这手上可还有我的1万块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你有本事让刘总别扣你钱啊！没本事就闭嘴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本事？请问哪位是楚雨晴？我是。哪位是公司负责人刘总？哎呀，2位领导，2位领导，怎么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呀？我好安排人去接机呀。不用了，我们是总部纪检调查组的。哪位是苏浅浅？我是。领导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分部一向管理规范，有没有误会，调查了才知道。我们接到实名投诉，你们分部存在无故克扣员工工资、强制员工捐款的严重违纪违法现象。刘总、苏浅浅还有楚雨晴，请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刘总，本月你无故从员工楚雨晴的工资里扣除了1万元，并从分部其他员工工资里每人扣除500，情况是否属实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领导，这纯属是诬告，我怎么可能无故克扣员工工资呢？扣除楚雨晴1万块钱，是因为他这个月的业绩严重不达标，扣钱是按照业绩考核制度走的，绝对正规。是吗？这是我们从总部后台系统里调出来的业绩统计表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楚雨晴上个月的业绩排名第1，排名第1的员工要被扣除1万元工资。那么，请问刘总，连续2个月业绩倒数第1的苏浅浅为什么1分没扣，还拿着丰厚的绩效？新考核制度是刚定下来的，还没来得及公布，还没公布就强制扣钱。刘总，你当劳动法是摆设，还是当总部是瞎子？
领导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是公报私仇，故意想整死我和刘总，他根本没有证据。你要证据是吗？我有。苏浅浅家突遭变故，这个月从你们部门每人工资里扣500块钱，全当是大家给苏浅浅的爱心捐款，特别是你楚雨晴，额外扣1万，算是给你个教训。不服从的主动辞职，反正这种人是不可能被我重用的，你们自己想清楚。你居然背着我们偷偷录音，你这是侵犯隐私，我要去告你！安静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投诉人提供的录音清晰完整，且属于工作场合的维权证据，完全合法有效。这是我本月的银行工资流水，以及工作群里刘总发布的置顶通知截图，金额和扣款名目完全吻合，铁证如山。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刘总作为分部负责人，严重违反劳动法和员工管理条例，滥用职权，非法克扣员工薪资。苏浅浅作为不当得利的受益者，伙同分部负责人侵占他人财产。现在我们代表公司向你们下达正式处理决定：第一，限你们在24小时内全额退还克扣的薪资；第二，即刻起免去刘总一切职务，停职接受总部查办；第三，苏浅浅，鉴于你的恶劣行为和垫底业绩，公司会严肃处理，具体处罚决定等调查结束后公布。24小时内全额退还，那可是6万块钱啊！不行，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了，那些钱我都已经花了，我现在卡里连100块钱都没有，我上哪去弄6万块钱还给他们？雨晴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在办公室里排挤你，让大家孤立你，那些坏事都是我干的，是我嫉妒你，是我该死。雨晴，我买了包包，真的没有钱去还那6万块钱啊！松手。雨晴，我们以前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刚进公司不也是我天天带你吗？你帮帮我，你跟领导说撤销投诉行不行？我求你了。生老病死那是医院的事儿，你去了又能怎样？换班是情分，不换是本分，换不了。你有没有钱还，那是你的事，我只看结果。24小时后，如果我卡里没收到被扣的钱，我们法院见。辛苦领导替我主持公道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工位了。好的，楚小姐。那个，雨晴姐，有事儿。雨晴姐，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了，其实大家都挺憋屈的，只是都不敢说。这次真的多亏了你，谢谢你啊，雨晴姐。雨晴姐，小张，我记得前几天你还在大群里跟苏浅浅一唱一和，骂我冷血无情，活该被孤立。怎么？今天总部的人一来，我就变成你口中的雨晴姐了。雨晴姐，我那时候也是被苏浅浅蒙蔽了。体面话不用多说了，我只是为了拿回我自己的1万块钱，所以用不着谢我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楚雨晴，你给我进来！楚雨晴，你真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在这行10几年不是白混的，就算被停职，我也能很快复职。但你，楚雨晴，如果你把事儿做绝了，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整个行业里被彻底封杀。你立刻给总部写一封撤诉信，否则我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封杀我？刘总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总部这次派来的是纪检和审计联合调查组，你觉得他们只是来查我这1万块钱的吗？这些年，你利用职务便利，虚报经费，私自扣留客户返点，甚至在项目采购里回扣，这些账目，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？不巧，这些账本和发票复印件，我都顺手留了一份。刘总，有功夫在这威胁我，还不如赶紧去找个好点的律师，毕竟职务侵占罪够你在里面蹲上几年了。李姐，你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？下月发了工资一定还你，求求你了。我哪有闲钱借你啊？再说了，你那包包卖卖不就有了吗？小张，
你之前不是说最喜欢我了吗？你借我3000就行。芊芊姐，我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哪有钱借给你啊？天哪，退回来了！我的500块钱退回来了！我的也退回来了，总算把这血汗钱要回来了。经总部纪检与司法机关联合调查，刘某涉嫌严重违法失职，现已被依法拘留，并将移送司法机关起诉。员工苏浅浅伙同他人侵占公司财产，严重违纪，现予以开除处理，并记入行业黑名单，永不录用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事情终于尘埃落定，而我也有了新的出路。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个早已病态浑浊的职场环境里，所以与其改变别人，不如改变自己，用全新的自己在全新的战场上继续向上闯荡。而我再也不要做那个任人拿捏的软包子。楚雨晴对吧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赵姐，你之前处理前公司劳动纠纷的事情，我们在行业内都听说了。我们公司一向欣赏懂法、讲原则、有手腕的员工，希望你在新岗位上能有出色的表现。跟我来吧。你好，我是林月，新来的策划。你好，我是楚雨晴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客气了，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。那个雨晴，是这样的，我这周3临时有点私事需要请假1天，你看你那天方便跟我换个班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林月，我周3也有私事，可能不太方便。这样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再去问问别人，打扰你啦。建立边界感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拒绝，而正常人是不会无理取闹的。今天开个简会，首先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我们部门新入职的高级策划楚雨晴。大家好，我是楚雨晴，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。雨晴之前在业内的成绩很亮眼，方案做得很扎实，以后大家多交流。雨晴，你暂时编入2组，跟着王曼熟悉一下业务。欢迎啊，雨晴，咱们以后可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，多多指教。雨晴，第1天来感觉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谢谢王姐关心。年底了，咱们2组的 KPI 压力大得吓人，这不马上要出下半年的财务核算报告，我这几天天天加班，头都快炸了。雨晴，你刚来，手上还没接项目，这可是最快熟悉咱们公司业务流水和合作商的方式了。今天下班前帮我把这些单据录入到系统里，顺便做个汇总表出来吧，辛苦你啦。哼，这哪里是熟悉业务，分明是繁琐耗时的机械性杂活。王姐，这是魏总发给我的本周工作计划。下午3点前，我需要提交一份针对竞品公司新出炉的营销分析报告雏形，这些单据我可能没时间录。雨晴啊，竞品分析那种东西不急于一时的，咱们组一向不分你我，互相帮忙效率才高嘛。你帮我把这个弄完，以后你有不懂的，我自然也会倾囊相收。互相帮忙，之前就是因为这种帮忙，才成了苏浅浅的免费劳动力。帮忙没问题啊，不过涉及到财务数据录入，万一录错了，或者哪笔账对不上，责任不好划分。这样吧，我这就给魏总发个消息请示一下，只要魏总同意调整我的工作优先级，并给我开通财务权限，我立刻开始录。哎呀，不用，这点小事去打扰魏总干嘛？既然你手头有活就先忙，我晚点自己加个班弄就行了。职场上的第1道防线必须在第1天就牢牢守住，一旦你妥协一次，以后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会顺理成章地砸到你头上。楚雨晴，你这个贱人！楚雨晴，你这个贱人！苏浅浅，你跟踪我。雨晴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真的要被逼死了！王浩那个王八蛋离婚之后，他把所有的债务都推到了我的头上。现在高利贷天天打电话来催我，没有工作哪有钱还啊？雨晴，我已经3天没吃一顿饱饭了。哦，是吗？
松开，拿走。雨晴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我不对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借我5万，不3万，借我3万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我一定做牛做马还给你。这姑娘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逼着人家借钱呢？看着挺可怜的，是不是真遇到难处了？哎，现在这社会，借钱的才是大爷，不借还要被道德绑架。苏浅浅，你找错人了，我既不是开银行的，也不是做慈善的。楚雨晴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无情？我们好歹同事一场，你现在在大公司拿高薪，3万块钱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？你非要眼睁睁着我去死吗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雨晴，出什么事了？天哪，这大冷天的，怎么还跪在地上啊？地上多凉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位好心的姐姐，你帮我劝劝他吧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雨晴，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恩怨，人家现在落难成这样，你也不能无动于衷吧？这大庭广众的，多难看啊！是啊，雨晴姐，看她挺可怜的，能帮你帮帮呗。只要雨晴肯借我钱，我给她磕头都行，求求你们帮帮我。磕什么头啊？雨晴，你要是手头宽裕，就帮人家一把。咱们做人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有同理心。王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做人确实应该有同理心。既然王姐这么善良，这么大方，那这3万块钱，不如就由王姐来借吧。啊，我凭什么借？我又非亲非故的，我不认识他呀。没关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叫苏浅浅，我前公司的同事。1个月前，他联合我们前老板，强制全公司员工从工资里扣钱给他捐款，一共筹集了6万块。我操！强行扣工资捐款，这不就是抢钱吗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拿到这笔救命钱后，这位苏小姐转头就去商场，给自己买了一个价值2万块钱的包包，还在朋友圈炫耀。我没钱，钱我都花了，我买了包包，我还了信用卡的最低还款。后来我实名举报，前老板因为职务侵占被警方带走，他被迫卖了包包退还赃款，被行业永久除名。王姐，这样一个连同事血汗钱都要骗去买包包的诈骗犯，你确定要发扬你的同理心借钱给他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借钱给这种人？简直莫名其妙！楚雨晴，我撕了你这张嘴，都是你害的我！喂，110吗？我在星河大厦南广场，这里有人对我进行恶意跟踪骚扰，并企图人身攻击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不是说高利贷在到处找你吗？正好，去派出所里躲几天吧，那里最安全。跟我们走一趟。王姐，以后同情心泛滥之前，最好先搞清楚状况，不然很容易引火烧身，被人当枪使。昨天公司门口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雨晴姐看起来文文弱弱的，原来这么猛啊！雨晴，你进来一下。雨晴，昨晚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处理得很果断，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职场上人际关系也是一门学问。王曼毕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业务能力还是有的。你们以后要多配合，不要把私人情绪带进项目里。魏总放心，我来这儿是为了工作，我只看结果，不针对个人。那就好。这是盛世地产的营销策划案，我们下半年的重头戏，拿下来，部门奖金少不了。这个项目由王曼牵头，你作为核心策划，全力配合他。下周3，我们要去盛世地产进行第1轮提要。明白。盛世地产的云海湾项目，魏总有多看重，不用我多说了。为了确保方案的专业性，我们必须分工明确。楚雨婷，你负责前期的市场调研、竞品数据分析以及最核心的营销成本核算。林月，你负责收集过往同类型楼盘的成功营销案例。至于我组长，负责整体方案框架的搭建以及最终提案 PPT 的整合与汇报。谁都知道，数据分析和成本核算是最枯燥繁琐和最容易出错的，稍有不慎就要背锅。而 PPT 整合和现场汇报则是最容易揽功的高光环节。王曼这显然是在公报私仇。没问题，王姐，我会在本周5下班前把完整的数据分析和成本核算报告交给你。那就辛苦你了，希望你的专业能力不要让我们大家失望。虽然任务挑战极大，
但也是我来到新公司接的第一个项目。王曼想用繁重的数据压垮我，那他就太小看我了。我不仅要做，还要做得出彩。185万，我调取了近3年本地所有高端楼盘的销售数据，参考竞品公司的实际转化率，经过反复的推演和测算，得出了最终的营销成本。这是确保云海湾项目能够达到预期续客量的最低安全边际。任务完成，我将所有资料发给了王曼。与此同时，我抄送了魏总。楚雨晴，你什么意思？王姐，是邮件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少跟我装蒜！我让你把数据发给我，你超前魏总干什么？这点基础工作还要去领导面前显摆一下吗？王姐，您误会了。按照公司流程，核心数据必须超配项目总负责人，以便领导随时评估项目风险。我只是在照章办事，有问题吗？行，你有种！希望你的数据能像你的嘴一样硬，要是出错，你负全责。我们开始吧。下面是我们最终的成本预算。120万，我发给他的测算结果明明是185万，他硬生生砍掉了65万。120万，这个预算控制的不错啊，这样我们在报价上就非常有优势。雨晴，你的数据模型做得很扎实。是啊，魏总。为了压缩成本，我和雨晴可是反复推敲了好几个通宵，优化了投放渠道，才把水分挤干的。共同决策，他恶意擅改数据，还想把锅扣我头上，缺口谁来填？抱歉打断一下，魏总，大屏幕上的这个成本数据不是我核算的，真正的预算成本是185万。雨晴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昨天我还跟你确认过这个数据，我没有记错。楚雨晴，你干什么？现在还在开会。既然是项目预审，就应该看原始数据。魏总，这是我上周五提交的原始数据报告。185万，这里每一项费用都有公式和来源，每一项都对应目标续客量。王姐 PPT 上的120万不是我的核算结果。雨晴，你这样当众否定团队方案不太合适吧？团队方案可以讨论，但数据不能造假。你别乱扣帽子。云海湾定位高净客户，线上单客线索成本已经超过300元。如果要达到他们要求的续客量，185万已经是极限压缩的结果。王姐，您 PPT 上的120万中间差了整整65万，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压缩的。如果您找到了更便宜的独家渠道，还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具体的渠道明细和报价单。他竟然留了这一手。王曼，雨晴说的渠道明细拿出来看看。魏总，我那个渠道他拿不出来，因为他只是强行把数字改小了，这在业内叫骗标，几乎没人敢在盛世地产面前玩这套。魏总，我就是觉得185万太高了，客户那边可能接受不了。为了增加咱们中标的胜算，我就稍微调整了一下。稍微调整？转化率是你一拍脑门就能调整的吗？你这是造假！如果今天拿着你这个方案去培一签了对赌合一，最后这65万的窟窿执行不下去的时候，你拿你自己的工资来填吗？雨晴，幸亏你今天指出来了，不然真到了下周提要现场，我们公司的脸都要丢尽了。魏总，数据是项目的生命线，我只是尽我的本分。王曼，你作为组长，连最基本的底线都守不住。魏总，我可以重新改，我马上。不需要你主导了，从现在起，盛世地产的项目由楚雨晴主导。魏总，我可是二组的组长啊，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。如果再出现这种低级错误，你直接辞职吧。楚雨晴，你敢当众踩着我上位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的天，今天楚雨晴太刚了，直接把王曼脸摁地上摩擦。谁让王曼想坑他呢？可王曼毕竟是二组的地头蛇啊。距离下周3提要只剩几天，我得调动2组全部资源。李哥，麻烦催下主上官海报初稿，下班前要定方向。知道了，忙着呢，回头给你。小赵，线下场地报价单整理的怎么样了？下午开会要用。马上就好，绝对不耽误事儿。想使唤我的人，楚雨晴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李哥，海报初稿呢？这都过去2天了。哎呀，徐姐，真是对不起，设计部那边太强势了，说最近活多，根本没空搭理我，我催不动啊，要不你自己去催催。小赵，场地报价单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做好了。楚姐您过目。小赵，这就是你做的报价单。
华兴酒店的宴会厅容纳人数你写了50人，那是个能办1000人年会的大厅。还有这里的设备租赁费，为什么是空白的？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我这几天太忙了，手头好几个项目搞混了，我这就拿回去改。这是你第3次交上来的废纸了。楚姐，您要求太高了，咱们以前跟王姐做项目都是这么弄的。楚雨晴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我看你光赶司令一个，怎么把这个项目做出来？王曼的目的很明显，他宁愿这个1000万级的项目黄了，也要证明我楚雨晴没有带队的能力。想跟我玩办公室政治，哼，那我就直接掀桌子。去告状，随便告，法不责众。我看魏总能把我们全开了不成？雨晴，有事儿？魏总，盛世地产的项目进度卡住了。主视觉连初稿都没有，这报价单上的数据是拿脚填的吗？这是王曼组员提交的，退回修改了3次还是这样。照这种效率，提案当天只能开天窗。王曼在搞什么？他这是拿公司利益泄私愤，你把他叫进来。魏总，我不是来告状的，我是来申请换人的。你想怎么换？王曼和那几个老员工既然太忙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我申请调林月和另外2个实习生给我。楚雨晴，带3个毫无经验的新人，4天时间重构整个逻辑方案，还要出所有的物料和设计，你确定能完成吗？只要没人从背后扯后腿，我保证完成。好。从现在起，林月他们3个直接向你汇报。还有，需要任何跨部门的支持，直接提我的名字。谁敢推诿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谢谢魏总。雨晴姐，是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了？没有。从今天起，你们3个跟着我做盛世地产的项目。啊！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是啊，王姐以前只让我们帮忙打资料、贴发票，那是以前。接下来的4天你们会非常辛苦，可能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，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2点：第一，我会手把手教你们真正核心的策划逻辑和数据推演，绝不让你们打杂；第二，只要项目拿下，方案上会有你们的署名，该拿的奖金1分都不会少。雨晴姐，我们不怕苦，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。对，我今天带了睡袋，我不回去了。我也不回去了。好，打开电脑，我们现在开始拆解任务。盛世地产要的不是花哨的 PPT， 是能落地的续客方案。所以我们分3步走。好，任务分下去。好的。小周，你负责把近3年本地高端楼盘的开盘去化数据整理出来，我给你模板，按字断填。小佳，你去对接设计部，主视觉的方向我已经定好了，你盯着他们出稿。林月，你跟我一起搭方案主框架。定位、渠道、转化3步走，1步都不能松。雨晴姐，设计部那边之前李哥都催不动，这次不用你们催。您好，我是营销2组的楚雨晴。盛世地产项目现在由我主导，魏总监已经批了跨部门支持，主视觉初稿，明天中午12点前我要看到。谢谢。好的，楚策划，我们优先排。记住，专业不是喊出来的，是数据一项一项抠出来。开始吧。3个连报销单都贴不利索的实习生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来。这一栏不是填数字就行，你要标出数据来源。盛世地产的人一问，你答不上来，整个方案就废了。明白了，雨晴姐。王曼以为抽走了人手就能困死我，他忘了，真正能带团队的，从来不是靠职位压人，而是让每一个跟着你的人都能看见自己的价值。雨晴姐，设计部把主视觉初稿送来了，还这么快。主色调偏冷了，云海湾主打的是高净值家庭客群，要暖，要有归属感，让他们把这版海报的天桃调成木色金，加一句主客案。这句好戳人。王姐，设计部那边被楚雨晴撬走了，咱们要不要？急什么？真正的考验在提案现场。盛世地产的钱总是出了名的难缠，
他一个新人4天赶出来的方案，到时候被人当场问倒，魏总的脸也挂不住。楚雨晴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在钱总面前收场。林月，成本核算那一页再核一遍，转化率的公式我改过了。雨晴姐，竞品数据全部核完了，每一项都有来源标注。干得好。明天你们都跟我进场。我们也去。方案是你们熬出来的，你们有资格站在客户面前。钱总，各位领导，下面由我为大家汇报云海湾项目的营销方案。云海湾定位高净值家庭客群，根据我们对近3年本地12个同级别楼盘的去销数据分析，这类客群的决策周期平均为47天，线上单客线索成本超过300元。数据我看过不少了，我只问一句，你们的续客成本凭什么是185万？别的公司报的都是120-130万。来了，这就是你的死定。钱总，那些报120万的公司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，他们做不到承诺的续客量。这是低价方案在执行中的真实成本走向，前期用低报价中标，进场后必然以渠道调整、效果不达标为由，反复追加预算，最终实际支出普遍超过200万。这在业内叫骗标，把客户骗进门，再温水煮青蛙。钱总，以您的量级，我想您不会喜欢中途被反复追加预算的感觉。继续说。我们的185万是极限压缩后的真实成本，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都有明细。我们不承诺虚高的数字，但我们承诺的每一个数都能落地。老魏，你们公司这个策划有点面生啊。钱总，楚雨晴是我们新引进的高级策划。小楚，就冲你敢在我面前拆穿同行的渣戏，这个单子我签了，年度框架、后续项目一并交给你们。谢谢钱总信任。署名的事儿，你放心，我会按你说的办。王曼，你正好来了，回去把这个季度的项目交接清单整理一下。魏总，交接？什么交接？我把你调去行政部了，那里清闲，适合你。魏总，我在2组干了5年，5年就学会了骗标和给新人扯后腿，幸好楚雨晴顶住了，不然盛世地产这单黄了，你担得起吗？楚策划，今天下班后能不能留一点私人时间给我？魏总想谈什么？不谈合同，不谈项目，吃顿饭。想吃什么自己点。魏总，你是在追我吗？是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我接受拒绝，不会纠缠，也不会影响工作。那先从这一顿饭开始。好。二位现在点餐吗？点。林姐，这份数据我可能做不完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下？我可以教你，但你的工作要自己完成。总部任命下来了，你入职不到1年，从高级策划做到部门总监，公司里很多人不服。让他们看结果。我就欣赏你这股劲儿。楚总监，这2位说是你以前的同事。雨晴，好久不见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前公司倒闭了，我们都失业了。听说你们部门招人，想请你帮忙跟人事说句话。咱们毕竟同事一场，你现在是总监，安排2个岗位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简历交给人事，按流程面试。雨晴，我们以前是有些误会，你不会还记仇吧？我不记仇，但我也不会拿公司的岗位还人情。楚总，他们脸可真大，同
通知人事，正常筛选，不用特殊照顾，也不用特殊针对。苏浅浅，法院判决已经下来了，你再不还钱，我们就申请强制执行。由星海策划与盛世地产联合打造的云海湾项目大获成功，项目总负责人楚雨琴今日正式升任策划部总监。苏浅浅是吧？你名下还有未履行债务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我没钱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就依法处理。外婆，我来看你了。我换了新工作，也带了自己的团队，现在没人敢随便把活丢给我，也没人能逼我做不愿意的事。要是那天我能早点学会拒绝。雨大了，再陪他一会儿。好。外婆，第一次见面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雨琴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替你做决定，所以戒指我带来了，戴不戴由你决定。你可以拒绝，也可以再考虑1年、2年，我都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